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今天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做酥皮泡芙。做法并不难，分成3个部分，只要跟着步骤来做，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出表面酥脆、内部空心、圆鼓鼓的泡芙哦。再搭配冰凉的奶油，相信我，在这个炎热的午后吃一个肯定是不够的。想吃的小伙伴赶快动手吧。先来做脆脆的酥皮。无盐黄油，加入糖粉，你可以用白糖代替，粗糖或细糖都可以，没有影响。普通面粉不用过筛。先搓成絮状，然后捏成团。转移到烘焙纸，我们要把它擀薄，大概3公分的厚度。我刚好有2把3公分厚度的尺，放在旁边顶着，这样擀出来的厚度就会均匀一致。先冷冻定型。定型之后，我们要切成直径不超过4公分的圆片，用烘焙纸垫着取下来。冻硬的面团很容易取下的，变软了，如果还勉强取得下，你可以像这样用手稍微整形。实在太软的话，可以放回冰箱冷冻5分钟才继续。剩下的面团重复擀薄切割，直到用完。酥皮这一部分你可以提前做好放冰箱保存，这样可以节省时间。额外讲一下，无盐黄油因为含有牛奶的残留，所以刚烤出来的时候很酥，时间久了会变软。如果你追求隔天还是酥脆的口感，那就换成人造黄油或酥油。一共18片酥皮面团，冷藏备用。接着来做泡芙。很简单，把无盐黄油、牛奶、糖和盐一起加热煮滚。煮滚之后关火，然后加入普通面粉，搅拌成团，直到看不见白白的面粉颗粒。接下来是重点，继续开小火煮面团，面团必须充分糊化，泡芙才能顺利发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你会看见锅底有一层膜，表示糊化的差不多了，马上关火。你如果用不粘锅是不会看见这一层膜的，那就算时间，大概煮1分钟半。装入另外一个碗，摊开放凉。接下来是重点，面团温温的不烫手就可以加鸡蛋了，这样才能够充分乳化。等到面团完全凉透，鸡蛋和面团就无法乳化均匀了。将2颗稀蛋打散，慢慢一点一点的加，拌匀。越到后期，蛋液要越少量的加，因为我们要观察面团的浓稠度，太浓或太稀都会影响泡芙的长高。像这样就是太浓了，面糊太厚重。继续少量的加蛋液。这样就很接近了，多余的面糊会自然掉下去，但是边缘有齿状不平整。再少量的加蛋液。直到像这样边缘非常的平整，多余的面糊会掉下去，挂着的面糊形成倒三角就 OK 了。最后还剩下一点蛋液，每次剩的量都不一样哦，要根据面团糊化程度做调整。装入裱花袋，剪一个小洞就可以挤泡芙了，每一个直径4公分左右，之间要留有一定的缝隙，因为泡芙会膨胀非常多。
放上酥皮面团，放这就好，不要压下去。一共可以做18个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先190度烤20分钟，再用160度烤15分钟。具体的时间还要根据你们家烤箱的脾气做调整。出炉啦，个个都圆鼓鼓的，移到烤架上晾凉。酥皮泡芙表面硬硬的，非常酥脆，底部没有凹陷。空心部分还可以挤入很多好吃的奶油。那接着我们来打奶油。如果你要快，可以省略掉奶油奶酪，专打奶油就好。但如果你想来点不一样的，请跟着做，非常好吃。先把奶油奶酪搅散搅软，等一下比较容易跟奶油混合均匀。打奶油最重要是低温，所有材料最好是从冰箱刚刚拿出来的，包括打蛋头。加入细砂糖之后，用中速搅打，直到看到浅浅的纹路出现。像这样还很软的状态，加入奶油奶酪，用最低速混合均匀。从这里开始要非常注意，奶油变硬可能只是几秒间的事情。也可能是我的搅拌器速率比较大，所以很快就变硬了。其实它还没有混合均匀，但是如果继续再打，它会油水分离，所以我们改用刮刀拌到顺滑为止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装入裱花袋。泡芙底下戳一个洞，裱花袋也剪一个小洞，挤入奶油。你会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，因为你会感觉到有重量。建议奶油不要一次过挤完，要吃的时候才挤，因为装有奶油的泡芙很容易变软。这个酥皮泡芙做起来并不难，甜度适中。当时我在学的时候也是一次就成功了，希望你们都能成功。喜欢这个食谱记得点赞和分享，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小豪厨房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